卓少主，昨日上官小姐临危不惧的身姿，令我见之不忘，思之如狂。别胡说。没胡说。那个，卓少主，咱们俩呢也就见了一面，你这样实在是太突然了。司马相如与卓文君一曲定终身，我对上官小姐亦是如此。啊？阿江，你葫芦里卖的什么药？哎呀，卓少主想上演一出凤求凰，我本不该干扰，只是这里既是县衙，而上官芷又是衙内之人，他若是不愿意的话，恐怕我还是得命人请你出去。那个，倒也不必。那你是愿意了？啊。卓少主，我跟你呢虽然也是一见如故，但是我上官芷对感情比较喜欢那个，细水长流。咱们先做朋友，多了解了解，其他再说嘛。好，上官小姐愿意给我这个机会，我也是受宠若惊。上官小姐，你从京城而来，河阳很多好吃的，定是还没有尝过。这是我们河阳有名的栗香糕，你不妨先尝尝。那真是太好了，看了一晚上卷宗还没吃早饭呢。不会吧？我们名满天下的潘大人，竟会如此苛待下属？自是比不上卓少主笼络人心的手段啊。不过这里既是县衙，那自然有县衙的规矩，当然不是些寻常的江湖帮派可比的。谢了。潘大人，你误会了，我对你，还有这个县衙，是一点兴趣都没有。我是怕自己心爱之人在此受委屈，我去给你拿水。对了，卓少主前几日在公堂上说，杨采薇是你的救命恩人。他没和你说过？看来他对你还是有所保留。他既然答应嫁给我，那我们自是两心相悦。会不会是你对他来说无足轻重呢？这很难说吧。哼。唉，杨采薇啊，杨采薇，若是你泉下有知，能否指点我一二？你到底是恨他，还是信他？需不需要我为你出这一口恶气？那个，卓少主，我听说杨姑娘是一个追求真相的人，所以我相信她一定很想知道幕后真凶是谁。有道理，那还请上官小姐给我指点一二，告诉我这幕后真凶该从何查起。查案之事乃是我县衙之务，就不劳银雨楼费心了。上官小姐，你怎么看？我怎么看？我怎么看啊？既然上官小姐为难，那我便不问了。不过上官小姐有任何事情，只管吩咐，我卓兰将定当义不容辞。还有，我的一片真心，还望上官小姐能够再考虑考虑。我真不知道他今天来。你自己的私事嘛，你自己处理，只是莫要因私害公。还有，召集所有人，半个时辰之后在这里商议案情。啊！什么乱七八糟的，把它收了。啊，我收。还有半月，便是夏至。听说河阳以往都会在这一天
举办灯会，万人空巷，蔚为壮观。不过，因为5年前的一桩悬案，这个灯会因此取消，殊为遗憾。今年是我来河阳的第1年，我打算彻查此案，给河阳的百姓一个交代。大人，前任县令对此案已有定论，乃是恶交杀人，这旧案再提，恐有不妥吧？哦，旧案不能重提，这是哪儿的规矩啊？这没有这个规矩，只是什么？刘捕快，你难道还想继续敷衍搪塞吗？哎呀，不敢！大人要查此案，小的一定肝脑涂地。上官芷，把卷宗记录跟大家详细的讲述一遍。河阳傍水而建，传说水里潜有恶蛟，因受伤没有化龙入海，恶蛟状如蛇，手如虎，长至数丈。看见岸边嬉戏或行舟之人，会将人拖至水边，吮其鲜血，血尽方止。故而每年夏至，河阳举办盛大灯会进行祭祀，祈祷恶蛟飞升化龙，不再危害河阳。灯会渐渐演变成老少尽欢的一个节日。然而，5年前，灯会上发生了一桩凶案，尸体于河边树林发现，经仵作验尸判断，是枪血窒息而死，伤口在天突穴，深2至3寸，就像被野兽的利齿所伤。但奇怪的是，伤口切面平整，且呈蓝紫色，而伤口周围却肤色苍白，没有一丝血痕。现场没有发现拖拽或者搏斗的痕迹，死者似乎没有任何抵抗。官府查了一番，没有结果。孰料第2年灯会，又死了一个人，死状与1年前的死者别无二致。此后流言四起，人们都说是恶蛟所为，他勾魂吸魄，让看中的猎物自行来到偏僻处，然后噬人鲜血，致人死亡。此事影响越来越大。第3年灯会，县令派出大量人手潜伏人群，试图抓捕凶手。本以为万无一失，可是当天却接连死了3个人。发现尸体的地方虽然偏僻，但距离热闹处不足10丈。灯会上的游人却没有听到任何的打斗喊叫之声，百姓们愈发觉得此事非人力所为。回家吧，快走吧，别走，别拦了。从那之后，恶蛟嗜血的说法也就甚嚣尘上。去年开始灯会停办，案件的调查也不了了之。大人，这个事儿我能证明，当年在案发的时候，既没有明确的动机，也没有确凿的线索，整个案件特别诡异。这确实不像。行了，我不相信所谓恶蛟杀人这种无稽之谈。如果有，那更好，扒了他的皮，做成灯会上最醒目的天灯。还愣着干什么？分头去查问死者的家人、证人，还有报关者，再查看卷宗有无遗漏的线索，然后回来汇报。是。那我先去询问灯会案第1个死者乔叔的2个女儿，上面说他们在银宇街卖冰饮。哎呀，你说这没法整。上官小姐，要去哪儿？我载你一程。阿江，没想到还能活着见到你。我也没想到，还能听到“阿江”这2个字。今日你没有生气吧？我为什么要生气啊？我以为你会怪我擅自上门打扰。哎呀，
我知道你就是想让大家都看到我上官只是有你银雨楼少主罩着嘛，让他们别欺负我，对吧？你懂就好。但是你以后别搞那么大阵仗了，那不知道的还以为你真对我一见钟情呢。如果是真的，你可愿意？啊？开个玩笑的。这种玩笑不能乱开的。对了，你的脸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这件事情是因为上官芷，她为了嫁给潘越，让巫医强行将我变成这样，却不想自己竟在婚礼上丧命。我为了找出幕后真凶，只能借用他的身份回到县衙。倒是你，怎么我3年前认识的小混混，如今摇身一变，成银雨楼少主了？所以你愿不愿意跟银雨楼的少主做朋友呢？我们已经几年没见了，找我不是为了叙旧吧？为了他。大人，这里就是第一起命案发生的地点，其他命案都在沿河附近，还有这儿。这里这么偏僻，现场也没有拖拽痕迹，死者为什么会自行到这种地方？我们也都觉得特别怪异，若不是恶蛟闹妖，实在无法解释啊。快看，河里啊！你去救人，我去追那怪物。好。下手真狠，怪不得人家都说银雨楼的少主昨夜就开始引人血。姐姐，我跟你说，不管他出于什么目的，你一定要小心他，他肯定不是什么好东西。哎呀，他不是你想的那样，那些传闻都是道听途说的。什么道听途说？我10年前就在鬼市做生意了，每天赚那点钱，我还要给他们银雨楼交月捐。哎，有一次就差了几个铜板。他们带人把我的摊子全都给掀了，东西全都给砸了。你说他作为少主，他不知道这事儿？我才不信，鬼信啊！反正那会儿我就开始发誓，但凡我以后要是见着他，我一定我去。你就如何？怎么，只敢在背后说人是非？当你面我也会这么说。我要教你做人，给你好好上一课。哇！喊什么喊？吓我一跳。喝酒吧。
大人，这个是我们今日调查案情的汇总，请您过目。怎么少一个人？哦，上官小姐她还没回来。还没回来？大人，那要不我们去找找？不必了。你们是县衙的胥吏，不是上官府的家丁。是。这什么意思啊？这潘大人不都跟上官小姐和好了吗？怎么又这样啊？老弟，不知道了吧？这叫避嫌。但毕竟卓少主已经对上官小姐表过钟情了，说不定啊，这会儿人已经被接到，被接到银玉楼做少夫人去了。哦。关于尸体的记载呢？上官，对不起，公子。到了银玉楼地界，卓兰江的手下便清空了所有街道。本来我还远远看着，但是入夜之后，上官小姐到了河边，便跟丢了。什么？方才我找了半天都没有找到人，所以就赶紧回来禀报公子。大人，出事了！大人，这是今晚在河边发现的。是鲛神所为。鲛神！马上送到停尸房，立刻验尸。快呀！是。陈三。陈三，去呀！快去呀！是大人。刘不坏，在。召集其他人，马上把上官芷给我找回来。你去银玉街附近，阿泽去河边，我去银玉楼，分头行动。一有消息，立刻回报。是。慢点。什么意思啊？你们还列队欢迎我啊？潘大人，这么劳师动众，你该不会是怕我把他拐走不成？少主，你先回去吧，也不早了。好，那你也早点休息。你们先回去。是。哎呀，走吧，别看了，走。你喝酒了？一点点，就一点点，也没耽误查案。你看，这是阿江帮我做的那个死者家人的笔录，你看看。小姐，看看啊，小姐啊，有卓少主做靠山，你在河阳自是畅通无阻。看来是我多虑了。什么意思啊？吃火药了？小姐，我听阿泽说啊，刚刚大人知道你跟卓少主一起出去之后，
担心你有危险，派他暗中保护你。但阿泽没找到小姐，又听说河边出现了恶蛟，还咬死了人。大人急坏了，集结了所有人一起去找你，还准备亲自去银雨楼要人。当真啊？玄道，一有消息立刻汇报。公子，你也太不小心了吧！刚长好的伤口又裂开，明日啊，我再给你多备些药。这个上官芷，只要碰上他就没好事。那也不能全怪上官小姐啊，她也是为了查案。你之前不是一直不喜欢他吗？什么时候开始帮他说话了？对呀，不知不觉当中，好像就对他讨厌不起来了，甚至还越看越顺眼，真是奇了怪了。一个人真的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，有如此的改变吗？你们听说了吗？昨天河里又出现恶蛟了。当然，我都亲眼看见了。那恶蛟张着血盆大口咬人，牙齿一根有这么长，又尖又利，还真是吓人呐。听说还死了一个人呢。这今年灯会还没办，那个玩意儿怎么就来了呢？哎，你们不知道，县衙要重查灯会案，必定是此举惹恼了恶蛟，出来显神通了。这可怎么办呢？哎呀，赶紧的吧，赶紧的吧。你看，这个是阿江帮我做的那个死者家人的笔录。该不会是那个时候，大人你是不是后背的旧伤又犯了？不劳费心。大人你要写什么？你告诉我，我来代笔。不用了。上官芷，你。文书代笔，本就是我的职责所在。死者家人与报官者所述一致。然后呢？现场附近均无打斗、拖拽等痕迹，死者据为自行前往剥皮处，疑似熟人作案。县衙上下询问调查了死者的生前关系，尤其是仇人以及利益相关之人。但归总发现，所调查之人均无作案时间，亦无杀人条件。也暂无明显共通之处。自打来了县衙，又多多少少给大人添了不少麻烦，我要谢谢大人。不必，反正我也是为了向上官兰交代嘛。我知道，我代哥哥向你道谢。大人，不好了！怎么，河边又出事了？啊，不是，你还是亲自出去看看吧。跪请潘大人，莫要再查灯会案，触犯蛟神，天人共怨。潘大人，求你了！求潘大人了，不要再查了！潘大人，启禀大人，昨夜那具尸体已经查验完毕。如何？伤口和灯会岸上的尸体毫无二致，定是恶蛟所为。
毫无二致。可我分明记得死者伤口血肉模糊，而灯会案的死者没有一丝血痕。这小的推断，会不会是焦神爷爷之前没人看着就把血吸干了，但这次有人看见，行了，他就不用再推理了，下去吧。是。得想个办法让他们安心啊。陈三已经被吓破了胆，他的验尸结果不可信，我们还是照着卷宗一一比对吧。嗯。伤口位置跟卷宗所述一致，但如果仔细看的话，又不难看出区别。卷宗上记载的是伤口平整，而这一具血肉模糊，并且它伤口附近是肉色，但卷宗上写的是蓝紫色。这具尸体是伪造的，目的是为了制造惶恐，不让县衙查下去。昨日我追那阿胶，看来也是有人在瞒天过海，浑水摸鱼。你不觉得这样的手段很是熟悉吗？跟在生死方，趁机杀死蔡生小妾是一个路数。不错，看来有人按捺不住了。我们在追他们的同时，他们也在盯着我们。来，给，谢谢。不用客气。哥哥，这是你的。谢谢。这个。给我也来一个。妹妹，给我也来一份。哎，谢谢。卓少主，这怎么回事啊？来。前2日害你和三姑娘不愉快，我过意不去，便跟她解释清楚了，还给了她些银两作为补偿，说是你的心意。不过三姑娘并不想白要，所以便包下了整个兵役，正好给大家打打牙祭。哼。啊？过来吧。这是我给你准备的，多给你加些蜂蜜。客气客气。啊，请再给我一碗。好。尝尝，可甜了。不用了。怎么，堂堂上官家大小姐在县衙当差，还要端茶倒水的伺候大人，这不合适吧？你也说了，上官芷呢是在县衙当差，还不是你银雨楼的少夫人。少夫人的事我还不急，我相信京城所至，金石为开，终有一日芷儿定会知道，谁才是真正对她好的人。差不多行了。我今日来，除了送兵之外，倒还有件正事。怎么，卓少主还想敲我县衙的名媛果啊？你这是对我很有成见啊！哼，你要搞什么东西啊？潘大人，可否借一步说话？嗯。先前贸然状告大人杀妻，是我冒失了，还请见谅。卓少主言重了，有话不妨直说。那我也不拐弯抹角了。县衙要重查灯会案，我银雨楼愿鼎力相助。看来河阳境内还真是没有什么事能瞒得过银雨楼啊。那大人与我合作，岂不是事半功倍？一桩旧案而已，银雨楼为何会如此上心？既然都说银雨照河阳，有人在我河阳境内搅动风雨，我又岂能不过问呢？你说是吧，潘大人？
你们聊什么聊这么久？我一心一意想和大人合作，奈何他并不信任我，不领情。查案之事乃县衙之务，就不劳银雨楼费心了。无妨，我此番前来本就是知会一声，无论合作与否，这件事我银雨楼管定了。好，既然如此，那就各凭本事吧。不是，是什么合作？你们到底在说什么呀？芷儿，我要走了，我送送我吗？看我做什么？又不是我的朋友，想送便送，不想送便不送。走吧。那我送一下。好。什么？你想查邓慧案？怎么，连你也不信我？不是，我当然信你，但潘越同意你插手吗？我要管的事，还轮不到他同不同意。行吧，说不定你插手还能快些结案呢。那是自然，我说过的，一定会帮你查到这幕后真凶。哎，对了，今天你带冰影和三姑娘过来，你的心意我都领了，但是我现在不是在县衙当差吗？以后什么礼物、兵车呀，就别再带来了。行，你说了算，你是老大。哎呀，咱们上官小姐和卓少主真是蟑螂送礼了，送到麦子黄，难舍难分啊！吃完了吗？吃完了赶紧把碗筷给人还回去，别影响人家做生意。哎，马上。三姑娘，近来生意还好吧？会不会很辛苦？回大人，往年临近夏至都是我们最忙的时候，可自从出了案子，分会停办，夜里出来走动的人少了，生意反而冷落了。所以，我们也十分期待大人能尽快抓到凶手，让一切恢复正常。姑娘，这个你就放心吧，我们大人夙夜查案，连去年的案子都查，这个凶手肯定逃不出我们大人的手掌心，嘿嘿嘿，是不是？是啊。那最好不过。双双，快些收拾，让大人好好查案啊！好。三姑娘，冒昧的问一句，你跟你的父亲关系如何？就是普通的父女关系，跟别人家的没什么两样。是吗？是有多大的恨意，会把父亲的名字划成这样？三姑娘，若是有什么内情，还望坦诚相告。潘大人说的没错，我是恨他。为何？这不怪我姐姐，我姐姐是外乡人，因饥荒流落到河阳，说是被我爹收养，其实就是给他干苦力。我爹喜欢喝酒，每次喝完酒就打我，每次都是姐姐护着我。比起姐姐，我更恨他。自从他出事以后，我们都松了一口气。都过去了。大人，你把人姑娘怎么了？哭得梨花带雨的。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。啊！大人！大人，你找什么？暴力。暴力？没错，暴力。这些死者生前都有过暴力欺凌的行为，
暴力欺凌？嗯，我知道了。田华打骂手下，强叔虐待女儿，苛待老母亲的猎户，还有把妻子锁在家里的屠夫。这些人死之后，身边人都以为是阿娇替天行道，因为不想让官府继续追查，所以隐瞒案情。那我们只要在酒庄夏至命案中找出有暴力欺凌行为的死者，就可以找到线索了。大人，这应该就是漏网之鱼。读。好。这个案子说的是，在河阳有一个死者，人称八爷，他逼手下的男童女童行乞，被人发现死在河边的一个僻静路上，情形跟灯会案一致。我知道八爷这个人，他平日作威作福，如果每日小乞丐行讨不到一定的数额，他就会用缠满荆棘的木棍抽打他们。尸体能找到吗？他没有家人，身边只有几个小乞丐，他一死，人就散了。所有人听着，翻遍整个河阳，也要把小乞丐找到。是。少主召见，不知所谓何事？最近这阿娇闹得人心惶惶，定是有人装神弄鬼。水路和码头都是我们银雨楼的地盘，好好的查一查。我倒要看看是什么人在捣鬼。少主，这怎么查呀？好好想想，如果我让你们做一只假蛟，你们会怎么做？哎，我知道，这跟端阳街的舞龙相似。找骨头做牙齿，再用兽皮或者桐油布做胶身，然后体内找东西支撑就好了。赵堂主说得好，就这么查。百姓说看到阿娇口中的锯齿，查一查屠宰户，他们的骨头都卖给了什么人，每一根都不要放过。是。还有，听百姓议论，这巨蛟有水，身形似蛇，想必是有关节联动，应该是木笋或者竹片。生手定然是做不出来的，彻查我们河阳所有的木匠，还有篾匠。是。公子，你的伤看起来好很多了。这次啊，真是多亏了上官小姐照顾。大人，找到了吗？乞丐都是居无定所的，时间过了1年多，确实有点困难。再加上很多乞丐都有偷盗的行为，看见我们当差的就躲，真是难上加难呐。偷盗？他们偷了东西，一定会找地方换钱。你去当铺问过吗？哦，大人英明，一语点醒梦中人。小的这就去当铺打听。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快点！我还要讨饭。讨什么饭？快！放开我！哎，站好了！都站好了！再不听话，打板子了啊！大人，他们都是八爷的人，但是死都不承认。县衙悬赏，请你们帮助查案，你们躲什么？衙门的老爷们什么时候看得上我们这些讨饭的？少骗人了。确实，我是骗了你们。本官现在怀疑，你们几个合起伙来杀了八爷。来人，把他们全部关入大牢。是。走。大人，放开我！大人，放开我！大人，我们什么都没有做。是我们。那我现在问你们什么，能老实回答了吗？能。八爷的尸体，你们知不知道埋在哪儿了？知道。好久没回到这种熟悉的地方了。这么害怕，又何必要跟来？人要学会面对自己的恐惧，
我尸体的草席，你们小心点，别破坏尸体。哎，小心，你那边先落。 多谢大人。启禀大人，死者伤口的位置和深浅，和卷宗记录灯灰案的尸体一模一样，应该是同一手法所为。可还能查出什么别的线索？大人，以我的经验，尸体腐烂的那么严重，大概是找不到什么线索了。你的经验？大人，祖师爷教导我说，验尸是需要时间的。把尸体运回去，给陈武做尸检。是，是大人。把尸体带走。是。